好，那咱们开始画啊。今天呢是画这个春景，春景呢选择了这幅牡丹啊，选择了这幅牡丹。那么海派啊这些画家的这个牡丹啊各有特色，各有特色。比如说之前张寒汀的，还有陆亦菲的，包括这个唐云的都不大一样。陆亦菲的牡丹画的是比较好的啊。陆亦菲的牡丹呢，它是颜色比较丰富。颜色特别的丰富，层次特别的多，花画出来特别有立体感。那么张寒汀上一次咱们画了那个小燕子那一张，对吧？小燕子那一张啊，那个牡丹花呢也画的比较有特色啊。但是今天这一张这个牡丹呢偏比较大写意一些了，其实啊偏比较大写意一些的牡丹了，有一些和之前的不大一样，对吧？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啊，看一下这个案例图，自己大致啊找好位置关系。那么咱们的这个稍微尺幅啊，稍微比原画要长了一点点，所以大致看一下这个尺幅啊，你也可以按照咱们这个上面的尺寸来啊，标好的3等份啊，对吧？3个等份来也可以啊，没关系啊。这种调平啊，长就长一点。比如说这个小鸟如果头上啊，你给它多留一点，那不也可以吗？它不是抬头看着天空，对不对？抬头望向天空，那么把它的头顶上多留出来一点也可以的。主要是这个牡丹啊，今天呢主要是这个牡丹。牡丹呢是在指的1/3中线这开始啊，第一朵，左边的这一朵是在这儿啊，1/3处开始。那么上面这一朵呢，基本上到了指的一个中间地方啊，中间地方我们稍微给它往压缩一下，因为尺幅不够宽啊，咱们4尺裁的这个尺幅啊，是不是特别的富裕啊？这个宽度不是特别富裕，长度是够了啊，宽度是有一些不够，所以啊，咱们稍微的给它压缩一点啊，不要画的太大。画牡丹容易画特别大啊，受不住，越画越多，越画越多，对吧？花瓣多呀。一定要控制住自己啊！呀，我还有2个小针纸呢。那么这个牡丹啊，第一朵呢是加了白色啊，第一朵加了白色，颜色比较浅一些。第二朵上面这一朵呢，颜色比较深一些啊。我们看一下，我稍微放大一下啊，放大一下大家看一看。那么下面这一朵你看看，它是加了白啊，加了白，颜色呢比较浅一些啊，颜色比较浅一些。上面这一朵颜色比较深一些啊。2个牡丹呢这么有一些这种遥相呼应的感觉，对不对啊？哎，这个还回过头来这么看一下，那么这个呢是往这儿，一共是3个枝子，大家看到没有？一个3个枝子啊，2个牡丹是2根枝子，然后中间有一个木桩啊，一个木枝是加一块呢，就形成了3根主枝啊，3根主枝的这个感觉了。那么就是还是咱们讲的这种构图方式，对不对？讲的构图方式。好，下面比较简单的这一张啊，如果画得快呢，咱们就再画一条啊；画得慢呢，咱们就画一条，好吧？先调色，调一个这个曙红啊，曙红，加一点点胭脂啊，调一块。内容少啊，不是简单，内容少，好吧？这个其实还真不是说特别的复杂呀，这3、2下就画完了啊，这张画，我是这种感觉啊，大家觉得很复杂吗？
画好画不好不知道啊，反正是感觉时间不会花太长。哎，各位晚上好。这显示的是1/3处吗？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图吧，是不是1/3处啊？我画了这个9宫格的线啊，那么挤一点白呀。今天晚上挺费颜色啊，那我挤的比较多啊。毛笔挑了一支特别大的，我挑了一个这个叫什么？之前大家有的啊，什么垂云啊，垂云大号。先把这个白色调开，白色一开始不要太浓，因为我们一般画牡丹呢都是从这个花心的地方开始画，对吧？从中间开始画，那么中间往往就是要怎么样？要深一点，颜色要重一些，对吧？所以开始这个白色你不用调的太浓啊，看调的比较淡。我这个而且没有完全搅开啊，留了很多。为什么留着啊？到一会儿画边缘的这外圈的牡丹的时候会用到一些白。那么画牡丹之前我说了，这个谁陆亦菲画牡丹有时候经常先用白色来画，明白吧？比如说他画一些像类似于这朵牡丹啊，他就会先用白色把外圈都画好啊，把外圈先大致的铺上白，然后呢从中间呢再开始画这个红色的部分，然后再来把外圈的啊再来加个外边，比如还有一点红，再加一点红，它是这样的一种画法，跟别人不太一样，是不是？好，我们把这个曙红调开啊，曙红调开，曙红不宜过多啊，再调一点点胭脂过来啊，调一点胭脂过来，不宜过多，因为这朵牡丹比较浅啊，不知道咱们试一下吧，先找个废纸啊。好，那么画这个牡丹一定要放松啊，放松，不要一笔一笔这种摆的太明显啊，这种痕迹啊，不要摆的太明显。你比如说啊，画的时候我稍微放大一些，好吧？我画的比较靠边啊，我又害怕画不下去，我画的比较靠边，往这边来。你看，用笔放松一些啊，用笔放松一些。有的你看比较随意一些啊，笔触呢里边啊，花心里边，通常呢这个花瓣呢它比较小，而且呢层次啊比较多一些啊。所以呢，我们用笔的时候，可以稍微大胆一些啊，不需要一笔一笔的这么摆的太厉害啊。而且画的要怎么样？水润一点啊，水润一点，因为它这个是特别浅的一个牡丹花，对吧？啊，特别浅、特别淡的一个牡丹花，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不要太重啊。那么一笔颜色下来，基本上画了一圈了，对不对？画了一圈了。那么下面我再基本上干了啊，我们再续一点水，再续一点白色。白色同样一开始呢比较淡一些啊，比较淡一些。笔尖蘸一点就可以了，不要蘸多了啊，蘸一点就行。然后呢，再来画下方的这块的花瓣，对吧？下面还有一些嘛，里边内圈的，趁着我们现在蘸的这个颜色比较红，我们可以稍微的把里边再给它丰富一些。差不多了啊，里边它就比较简单，就差不多了。我们再来画外圈的啊，外圈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画的时候，可以稍微它这个画的特别圆，对不对啊？比较圆，像一个这种
有种花叫大丽花，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有点这种感觉。那么我们画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的随意一些啊，稍微的把这个形状改一改，不要画的太圆啊，太圆其实画出来不是特别的好看啊，不是特别好看。好，那么往这边之后，用笔有时候就是这么搓一下啊，有时候这么搓一下，有时候有一些交叉啊，有一些交叉。到了外圈啊，白色呢更多一点啊，白色更多一点。或者你可以先这么画，画完之后啊，最后再来补这个白色也可以。那注意刚开始蘸的这个曙红，刚蘸上去，它颜色会重一些啊，颜色会重一些。那么你就挑一些需要曙红的地方来画，比如说它的上方啊、外圈呐，有一些小的啊、比较琐碎的一些花瓣，对吧？你可以稍微挑一挑这样的画。然后再来画底下的大的啊，大的这个，所以要准备一支大毛笔，你看到没有？他准备一支大毛笔啊。那么这个里边它有一些干的，对吧？有一些干的，有一些特别湿的，都得有啊。一开始都得有，一开始主要是画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形状啊，整体的一个形状啊。你不要去追求里边的这种层次变化啊，不要追求这些。不要追求里边具体的一朵花瓣它长什么样啊，它是怎么转折的。你一开始如果注意的内容啊太多的话，会影响你的这个整体效果啊，所以一开始你不要去管那些地方啊，就直接画出它的一个大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然后再来进行一些填补啊，干了之后再来画第二遍啊，干了之后呢再来画第二遍。干了之后像这些地方可以用这个白色啊，不用等它完全干，就半干的时候，用比较厚一点的白色把这些地方补上啊，把这些地方补上，因为现在是透着水，明白吧？现在是透着水，干了之后啊，这地方会浅很多，是不是会浅很多啊？干了之后会非常浅，所以呢，一开始画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啊。那么里边的层次啊，现在没有干啊，你可以等它干了之后再来加也行啊。现在先不要加了，先不要加了。那么这一朵呢，很快基本形啊就完成。我们来画上面这一朵啊，上面这一朵呢，用笔更大胆一些。上面这一朵用笔更大胆呢，下面这一朵呢，其实还是用笔还是比较谨慎的。你看老师虽然画的很快啊，但是你看容易画大啊，非常容易画大，一不小心感觉又大了一些啊。这个牡丹就是这样。那么上面一朵颜色有所不同啊，有所不同，它加了一点点这个胭脂进去啊，加一点胭脂进去，而且颜色偏深一些啊，颜色偏深一些，用笔非常的连贯。那么我们首先你要大致有一种这种有这个意识啊。首先从内圈重的地方开始，那么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啊，它像一个碗口一样，对不对？那一块像一个碗口一样，我们就从这一块开始，从里边最深的地方开始，用笔稍微连贯一点啊。有的时候逆风啊，有时候呢顺着。那么这一块的花瓣，你看看它有一点比较长的，怎么翻上去？对吧？大胆一点啊，然后再沾一点点
毛笔涮一下啊，涮一下，然后再蘸一点白啊，再来蘸一点这个红色。好，底下了之后，你看它是这么有一点勾着的，所以我们的用笔注意用笔方向啊，有一点这种交叉的这种意味，是吧？这边的花瓣呢，它是往这边去，所以这边方向要换一下了。比如说层次有一些糊，那怎么办呢？稍微加一点啊，加一点这个笔尖加一点重色，把这个层次给它挑出来。好，往底下啊，颜色呢相对来说啊，又要怎么样浅一些啊，又要浅一些。太快了是吧？所以我就说这张画就要不了多长时间啊，用笔连贯一点啊，看，再来加外圈的嘛。外圈如果有一些比较大一些的，再加上。烧干之后，把这一块啊，把这一块碗口内侧啊，你要给它加重一点，让它形成这种块面啊。比如说这一块，给它加重一点，对吧？里边再加一个层次啊，里边呢可以稍微加一个层次，花瓣小花瓣多一点，层次多一点，对吧？然后稍微往下来啊，可以继续呢再加一加层次啊，这里边。包括外面啊这些层次的需要层次的地方稍微加重一点，然后统一之中又富有一定的变化啊。画这种牡丹其实就靠点花蕊，花蕊一点它就像牡丹，花蕊不点的时候一团都不知道是啥东西。上面呢小一点啊，已经这个画的已经很大了啊，大毛笔刷刷几笔啊就很快。最不会加层次对吧？这个层次，你想花瓣呢，它是很多层嘛，它这种层次它都没有开，而且都是像翻书一样啊。你把一本书你打开，一本书你打开是一种什么状况，对吧？那么一本书，你看这样打开，它其实它在开的时候，它不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吗？这个书太新了啊，它就是这样一种感觉。从侧面看，每一页你都能，每一个花瓣你都能看到一半了，对吧？但是又都重叠在一块，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所以这一块主要是这一块的一些这种用笔啊和层次。有一些需要后期慢慢的这个收拾啊，后期呢半干的时候或者干了之后再来收拾它，不是说一遍就能画好啊。里边比如说再切出一些这种层次的这种起伏啊，翻转呐，有些地方稍微补一点重色，它就看着舒服一些，对吧？比如说这个花瓣啊，尖上稍微补一笔，
把这个层次啊，它的一些翻转给它画出来。我之前我看到过一幅这个张汉卿画的一张特别大的一张这个牡丹画啊，上面很多牡丹。那么它也是写意啊，写意画的，但是画的比较的这个比较写实啊，比较的接近于墨骨，甚至说是工笔的这种感觉。重的地方稍微加一加。对，有时候乱画往往画的比较好看，你有时候真正的一笔一笔的这么去摆，它摆出来不好看啊，又坏了。这啥时候弄破了？完了，还破在花心上面了，你看看，是我刚才放书放的吗？这好吧，算了，一会儿我再重新画一下啊，这个给弄烂了这么大一个洞，嗨，算了，好，那干脆我用这个再讲一下啊，讲一下咱们，不然我感觉一会儿就画完了啊。感觉一会儿就画完了。对，就是我稍微讲一下好吧，就是咱们这个蘸好色之后，比如一开始，无论是用不用这个白色啊，无论用不用白色，那么首先我们通常是从这个花心部分画。那么花心部分，你首先你要知道你画的这一朵花是一个正面还是一个侧面，对不对？比如说是一个正面的啊，比如说这个正面的这个牡丹，用笔的时候啊，一开始啊，可以有这种点，也可以呢稍微的用这种笔尖啊，有这种类似于用线似的，对吧？也可以往上搓，往上回，再往下回，有一些飞白，就是让它的这个用笔要丰富啊，里边这一块用笔要丰富，不要把这些全部填满啊，记住不要填满，整个呢就已经出现了一个类似于什么样的，类似于碗的这种形状，对吧？一个扇形，一个半圆这种感觉，就已经出来了。然后呢，再不断的再来加层次啊，不断加层次。加层次的时候注意，不要太圆，对吧？那么底下呢这一圈啊，如果是一个正面的，那么它是盛开的，基本上上下它的等分是一样的。如果是没有太开的话，它有所区别啊，它会有所区别。你比如说底下了啊，到了底下，那么如果是没有开的呢，它基本上是刚才画的啊，它采用了这种方式，你看这种方式，采用这种方式，然后再来点，然后再来画这个花瓣，然后留出这种层次感啊，留出层次感，是不是？如果是一个正面的啊，比较大的，像这朵，像我们现在画的这朵，那它几乎是一个正面啊，下面花瓣啊层次特别多，那你稍微的注意一下啊，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要往垂直一点呢，要相对来说，那么就稍微垂直一点，是吧？相对来垂直一些啊。
同时也要注意什么？要有它们之间两边互相有一些交叉的地方啊。那么同时你可以选择把一边呢这个牡丹啊某一半啊这半边或者是这半边画的大一些。再来蓄水啊。到了外圈了，笔触要大啊，外圈笔触要大，内圈呢笔触可以小一些，对吧？到了外圈啊，笔触可以大一些了。然后上面继续往上加啊，往上加，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啊。随便画的一朵，随便画一朵。那么里边像王雪涛他们画牡丹里边怎么样啊？继续还要切一下啊。他不光是这样整体这么画，画完之后他还要切。比如说这个花，他还想把层次画丰富一些，他往这些地方继续切啊，把这个形啊。中间某一圈的这个花瓣啊，切的特别的细，对不对？比如说它还想厚度画的再厚一点，怎么办呢？继续切，是吧？再往外不断的扩张，哎，稍微有的要注意一些这种包裹。那么有的花瓣呢，开始往上收缩，对吧？往里边收缩，重的地方不断加重啊。有的等干了之后啊，特别厚的颜色啊，用特别厚的一个颜色红色再来画，那么又把它的一个层次又给加了。那么到下面它其实是比较浅，它是两种极端啊，上面是比较深啊，下面呢是特别淡，中间这一块会有一些飞白，甚至是大量的留白，对吧？它有时候比如画一半这种藏起来的，它有时候是这样画，一开始这样画两笔，对吧？画两笔形成一个花瓣是怎么样向上啊？这么翻上去啊，这种感觉就像有时候有点类似于月季这种感觉啊，对吧？然后又特别重的一个颜色啊，特别重的一个红色，再来切，是吧？把这个空白的地方都给切的实实的。哎，然后这边开始从这头重，然后往里边轻，这是画了一个侧面的啊，类似于侧面的，对吧？然后花蕊点在这些地方，那么这完全就是形成了一个背面的牡丹的感觉啊，花蕊往这些重的地方一点，哎，然后呢底下呢稍微加一下啊，加一下这个花瓣，把这个层次感这么加出来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了。是吧？有的有一些碎花瓣，那么王雪涛这种啊，它是通过很强烈的这种对比啊，极端式的这种对比来画出来。那底下了它之后呢，就处理的就比较随意一些了啊。底下有的就是这种飞白比较多，一个侧面啊，类似于一个侧面这种感觉啊，用笔大胆一点啊，不要太小心谨慎。它其实有时候用笔很随意啊，就像猫头鹰说的，有时候乱画这个感觉特别好，你仔细画反而画不好。你这小心翼翼的画，反而画的出来不像个牡丹啊。像这样，到下面它通常是采用这种方式啊，这种方式来处理，对吧？然后比如说该加杆儿加个杆儿，哎，该点叶子，该加杆儿加杆儿，该点叶呢点叶，是不是？对吧？那么这个
感觉就更层次就更丰富啊，更强烈，对比特别强烈一些了。不喜欢王雪涛的，对吧？那不学还有比如说像咱们现在的一些名家画牡丹呢，他比如像霍春阳老师画牡丹，画的也挺好，也挺好啊。现在他越画岁数越大，画的这个牡丹的花瓣呢越少，年轻的时候画的牡丹花瓣还多一点啊。他画牡丹，比如说也是从花头的地方开始，他就会告诉你这个里边的颜色要能动得起来啊，能够游走，然后不断的先画花头，到了底下突然就变得特别松弛了啊，到底下就很松，到底下颜色也会浅一些啊，整个呢就比较松，花瓣也特别大啊，花瓣就有特别大面积的这种花瓣啊形成。我学不来呀，学不太像，就是这个意思吧。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画牡丹，然后有一些地方呢稍微再提一提，对吧？把这个层次，提的时候你看怎么提呢？就是有一些交叉的线啊，交叉的线和一些比较重的这种花瓣一些翻转的地方啊，有时候刻意的弄一下。再把花蕊一点啊，就把花蕊一点，是不是？要松一些，里边千万不要堵得太紧啊，不要画得太紧。很多同学画的里边，比如里边这些空白的地方都没留住，空白的地方你最好先给它多留一点啊，留完之后根据最终的一个效果，在收拾的时候，有些地方在收拾的时候，有些地方可以给它堵上，是吧？有些地方可以加重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堵一堵。但是一开始你千万不要把那个这些空白的地方千万不要全堵住了。你看，如果没有堵住，那么这个里边呢都是可以来加层次的，比如说这个花瓣特别多的这种你就不断的加层次，对吧？如果你一开始全堵住了，它就没有层次了。最后你收拾完，别人一看，哎呀，别人还以为你是一遍画成的其实也画了很久。然后把这些地方该堵的堵一些，对吧？该加的层次呢加一加需要再加重的地方也可以稍微加重一点。那么慢慢的这个牡丹呢，它就越来越成型了越来越成型了，对吧？就是这样然后稍微来一点这个什么，来几片叶片一衬叶片一衬，它的效果就会更好一些叶片一衬效果就会更好。咦，今天怎么镜头这么虚啊？感觉像齐白石那牡丹都是完全都是一笔一笔点出来的，它跟这个还不一样它点的更厉害，它更拙一些更执着一些。包括齐白石的、吴长硕的
路易菲的牡丹特别的复杂，太复杂了。路易菲的牡丹，我之前找了一张特别好的路易菲的一张那个牡丹作品，不是特别敢教大家画，那张牡丹有难度。画着画着，你说你教的是明明是教的别人的这种作品，对不对？最后画着画着变成自己的那个风格了，我感觉那也不是特别好，因为他那个层次特别丰富啊。路易菲的牡丹，他一张牡丹都得画好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的画画的一些视频啊？我网上有一个他画画的视频还比较长，但是讲的那个浙江话我是一句也听不懂啊。讲的这个杭州话，所以最好学的是哪种啊？哎，王雪涛的这种比较好学一些，有特点，而且颜色分明，就好学。好，那我们再来啊，耽误40分钟，继续啊。那这盆水你看看，已经要重新颜色呢重新弄一下。之前说过啊，人家画牡丹讲究的人呢，他这个颜色特别讲究。每画一笔，就是把毛笔，比如说这一笔画完之后，蘸下一次颜色，他就要把这个毛笔涮得干干净净啊，涮得干干净净的，然后重新蘸色。你们自己搜一下啊，这个是我也没有那个视频，我也是在网上看的，网上群里看一看。啊，听不懂啊，听半天也没听懂一句。本来想学一学啊，完了那个画质也不是特别清晰，只能看个大概。好，那么像第一朵呢，它是占了白色啊，我们调一点淡淡的白，也不用调太厚了，别调太浓啊，白色浓了质笔啊，毛笔呢就在上面行走不动，所以呢，一开始白色不要调得太浓。好，重来一次，别整大了啊，大一点也没事其实。这次颜色重了一点啊。那么它这个牡丹呢，就是这朵正面的呢，其实就是这么围着圈这么画啊，一开始就围着圈画。到底下了稍微注意一下，底下了就不要太圆了啊，现在很圆，那么到底下稍微往斜下拉一拉啊，或者往这边拉一拉，这个整个的动势啊。而且呢还比较浅呢，上面你看，上面有几笔稍微重一点的颜色。中了，中了。
不能看啊，一看呢，你就一看这个原画之后，你就老跟着他走了，越想模仿他，越画不像啊。只能看个大概，然后自己就得一气呵成啊。有时候就画一笔看一笔就容易麻烦，对吧？一气呵成反而好一些。你看它上面点了很多这种小的琐碎的一些花瓣啊，也不知道它画的是个啥。白也不白了，现在。外圈呢，我先用白色这么点一下，直接用白色啊，你看。先白色这么点完，比如有些它比较通透的地方啊，有衬湿的时候，然后笔尖蘸一点点淡色，它是蘸一点淡色，不是这个味儿。上面我们把这个花中间这部分得稍微修一修啊，否则花有点散了。哎，底下的层次重的地方再重一点。这张还没有刚才那张画的流畅啊，这张画的不流畅，就不能模仿。好，先别管它了，等它干了之后，我看现在这个水印太大了，看不清了已经。等会儿干了之后，我再来看情况修整它啊，再来看情况修整，再把上面这一朵给它画一下。上面这一朵稍微画的有点挤了，整大了，这一张比刚才那个整的更大了。好，从中间开始啊，从这个中间这一块开始，我看中线在哪儿呢？有两个中线啊，在这儿，中线在这儿。用笔连贯一些啊，连贯一些。
那么这个牡丹它的这个其实这样带有一定的，越是最难画的这种牡丹呢，就是正面的牡丹比较难画，容易画对称啊，容易画对称。那么稍微在一点角度，比如说有点倾斜啊，对吧？它其实画出来还要简单，看着好看一些。所以刚才这朵牡丹其实是比较难画的啊，因为它完全就是一个正面的这种感觉。底下了，你看花瓣呢，它是有点往外两边这么打开，要注意一下啊，这么打开。中间的地方稍微重一些。好，把层次加一加啊。到头上，到头上了之后，这些颜色就比较浅一些。好，等回头点花蕊啊，回头把花蕊点一点，我们再看。然后呢，等到半干的时候啊，稍微再把这个，现在不要加，现在加了白加，加了都跑了啊。那加都跑色了，加都跑太湿了。这个形不要太完整啊，要有缺口，有缺口它就好看一些，没有缺口啊，太完整啊，它不好看。然后我们现在来把这个叶子啊，也不太敢加，把叶子加一加吧。来个碟啊，水头比较大，你看我画的这个水头特别大，你看阴的全是水。所以大家画的时候，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用笔画笔触大了一点啊，不应该用垂云了，垂云太大了。调花青调藤黄啊，调个绿色出来。花青调藤黄。这朵没太画好，有时候画画就是，特别是像这样的画这种东西啊，似是而非的这种东西啊，它又你说它像花吧，又不像花啊。所有的一般画牡丹的，像这种啊，这种偏写意一些、大写意一些的牡丹，它就是似是而非的啊。如果偏这个
就是我们说王雪涛这种对比强烈的，它可能它的这个效果，视觉效果啊，会视觉呈现上啊会好看一些。主要我也不太平时也不太爱画牡丹啊。调一个绿，好吧，绿。我正在想拿吹风机吹一吹，现在这个旁边这个水印太大了啊！我先从旁边这一组啊，从旁边这一组叶片开始画。那么这个搞不好就是画太大了啊！这张画，那它的叶片画的比较温柔啊，圆圆胖胖的，对吧？再来一个，再挤一点颜色啊！这张画挺费颜色。你可以先把旁边的这一组啊叶片，缩小一点。我都想拿吹风机吹一下了，这啥时候能干？这旁边。再挤点赭石，挤点赭石，赭石呢？颜料都给我玩丢了。大牡丹，像这个缝里边啊，缝里边啊，像缝里边它有一些这个牡丹花的小叶片。哎，稍微给它组合一下。我们稍微改变一下，因为这个尺寸已经不够了啊，我感觉是牡丹画大了。
耶，画错位置了吗？穿枝，穿完枝点叶啊，穿完枝再点叶。画清，我都想直接用墨来画啊，这个绿叶看着特别难受。我写一画这个绿叶。吓我一跳！这个叶片呢，这里边现在我们是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啊？咱们的这个空间小了，干脆画到上面去算了，画前面去啊。咱们这一片呢，空间太窄了。底下这个树枝，底下这个枝啊，我们先再给它画出来啊。下次不画这个，这一波画完了，这能画江寒汀的这个牡丹了。江寒汀的这个画，江寒汀的画，他一般，我觉得他画鸟画的比较好一些。这个什么其他的花卉类的画的感觉一般，越学越画不好，有一点。那么其实正常的一个画法，一个顺序啊，它应该是先画这个，正常我们是先画底下这个木本的这个盖，对吧？木本的盖画完之后，再来画这个草本的枝子。草本的枝子画完之后，就是这个穿插就穿完了，对吧？刚才其实是应该是那么画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顺序啊，
不能是看到哪儿画哪儿，刚才有一点看哪儿画哪儿的意思了，不对啊，让这个牡丹给我整郁闷了。把大片的叶子先给它画出来啊。没画好啊，其实没画好。今天下午画了一张，画的还可以，画了一朵，感觉画的好一些。好，我们再来把这个后面的旁边的这些叶片啊，再把点旁边的这些叶片就好点一些，点的时候随意一些，用笔呢一定要放松，切记啊，用笔要放松。有的地方会用笔会比较琐碎一些，故意多点一些点，看到没有？为了让它这个笔墨表现丰富一些，那么张寒汀和包括一些海派的其他的有一些画家，他们画的东西就是比较整。你比如说张寒汀画的叶子，一片一片，一片就是一片，它没有多余的这种小点呐、小碎笔触，对不对？那么京津画派的一些画家，他们画的这些东西，它通常里边会更加的讲究一些这种笔墨啊，更加表现笔墨，所以里边有很多的小笔触在里边啊，小的这种用笔啊，这种会有一些加的这种笔触在里边，那么画出来感觉这个画面的写意性会更强一些，哎，就类似于这样啊，它往里边会添加很多的这种小笔触在里边啊，比较丰富。所以张寒汀的这个作品啊，花鸟作品为什么一开始很多初学者呢是比较喜欢画，因为它比较整，画的清清楚楚啊，没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这些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叶片的地方，对不对？他其实画这个牡丹花有一张画特别好啊，一会儿给大家看一看。一会儿我给大家看一看啊，但是咱画不来，不会，教不了大家啊。你看这个颜料啊，这个杂质得多少啊？沉淀物，你看看，这都是沉淀啊，都是渣子啊，特别的不相容。好，下面呢这个水印啊，水痕呢小了一些了啊，水痕小了一点了。看看上面，几乎都画完了啊，几乎都画到了。那么我们把这个墨勾一下花蕊啊，勾一下叶片，用的这个红心纸啊。把花蕊稍微勾一下。
那么这个空间是留小了，叶片呢不能画那么多了，画不下去了，已经画不下去了，只能减少一点了。牡丹特别容易画大。祖传的盘子，我这就是菜盘呢，就是淘汰的，以前不知道从哪儿捡的啊。我新买了几个碟子啊，新买了几个这个调色盘，正在路上呢，这就到了。以前用的不知道放哪去了。稍微捆，稍微的点勾叶脉啊，勾也是不要勾得太紧，稍微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再看看哪些地方，比如说需要再点的啊，需要再加叶子的、加叶片的地方啊，稍微再点一点，把这些空缺的地方。花的形状啊，需要给它衬一下，这些地方稍微衬托一下。这个就不衬了。小心的收拾一下啊。收拾收拾啊，这个杆呢稍微浅了一点，再给它加重一点，画清。这还快吗？还行吧，不算太快吧，应该。哎，
啊，在这儿。好，这个会儿微微潮湿，等会儿我们把这个白色啊给它加一加。把杆儿稍微加一加颜色啊，这杆儿画淡了啊。稍微加一下啊。如果现在有白色呢，可以现在上面这朵花，那么我们用白色，稍微浓一点的白色啊，稍稍浓一点的白色，微微潮湿的情况下，你看它花瓣特别的透亮，对吧？你不要太厚，厚了之后呢画不动啊，在上面。厚了就质笔，特别是如果是比如说这些地方也想加，那么这个白色稍微要淡一点啊，稍微要淡一点，加点水，不要太浓了。外圈的地方。稍微加一下，里边啊，比如说重的地方啊，也可以，现在也可以稍微画一下啊，比如加一点这个曙红，调一点胭脂啊，曙红调胭脂的这么个颜色，胭脂多一点。不要阴了啊！刚才旁边画了白色，千万别阴过去，阴过去就特别难看。这样就可以了啊！干了之后稍微吹一下，稍微吹，一会儿吹风机吹一下，吹完之后呢，花蕊一点，它就像牡丹啊，不然的话不像牡丹。不知道画的是什么怪物，一团。好，把这边的这个白色也稍微注意一下啊，稍微加一加，好吧？这边白色，那么这边加的更多啊，它这边呢这个白加的更厉害。你看，都是到微微干的时候啊，还有一点快干了，几乎干透了，这个时候再来加的。那么它是有这种既有这种厚重的感觉啊，有这种朦胧感，比较柔。它画的这个花感觉特别轻柔的感觉，没有一点张牙舞爪的感觉，对吧？哎，特别端庄
就像一位淑女一样啊，画的就不好画，就不好画在这儿啊，这个气质不容易画出来。然后说画牡丹啊，它其实不难啊。要说把气质画出来，它是比较难，比较难。有雅致。好，那么下面呢，不管它了，我们把石头和小鸟画一画啊。回过头来，我们再把这个牡丹花蕊点一下，应该就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小蝴蝶估计都画，小蝴蝶都画不下去了。小蝴蝶感觉都没地方可画了。那么这个小鸟，我们先给它画出来啊，先把小鸟画出来。所以牡丹想画的脱俗是有难度啊，只能画高一点了。这个石头在这儿啊，在这儿。来画小鸟，这个小鸟在天上也不知道看啥啊。那么这只小鸟我以前画过，这只小鸟，所以江汉厅里边的画，我基本上以前画的呀，我都是挑鸟画啊，基本上其他的东西我都不画，只画鸟，其他东西我基本上都没动，没怎么画过。特别害怕给它弄断了啊。那么它的小鸟啊是一绝啊，江汉厅的小鸟呢是一绝。小鸟太生动了，画的。每只小鸟都带有感情啊，都带有这种性格在里边。先从嘴巴开始，不要过高啊，不要太高了。基本上是在中间啊，看到没有？基本上是在中间啊。又虚了。你看它所有的眼睛都是有一点这种斜向上啊，这么挑着画的。哎，所有的小鸟基本上都是这样。上下双眼皮儿，双眼皮儿。然后再用整一点的这个笔触啊，
把这个头部啊，基本上头部呢就是一笔下来啊，一笔下来没有过多的这种，不要皴了，不要这个皴啊，也不要这个丝毛了，好吧？用一个土黄，有土黄吗？没有土黄，用鹅黄啊，鹅黄加一点赭石进去。画头部的这个颜色啊，鹅黄加一点赭石，你看鹅黄加一点赭石啊，就不要丝毛撕来撕去了啊。切过来啊，切过来一笔。哎，我头部，然后背部，背部这个墨，你如果有素墨是比较好的啊，没有素墨呢，你新墨里边调一点，调灰一点呢，调一点我刚才这个调墨的调这个画叶片的这个碟子里边啊，乱七八糟的颜色，什么花青啊、绿啊，我再整点墨啊，不要用纯的这个墨色啊，纯墨色呢画不出一种灰色的感觉，它背部其实是一片这个灰色啊，背部其实是一片灰色，是吧？这个颜色就会高级一些啊。那么它的这个里边，它是通过这种摆这种小笔触的这种感觉啊，你看肩膀呢还是按照这个体型结构，你看往外这样摆，对吧？然后背部呢整一点，边缘，还是这种小腹羽的感觉啊。那么是它的一个背部，趁着这个颜色可以把嘴巴给染一下，把嘴巴染一下。是这个意思吗？啊，好，底下呢就是一个墨色的了啊，底下就是墨色。用笔的时候，一看像这样的地方啊，他画的时候用笔要放松啊，也特别放松，不要一笔一笔排列特别小心啊，没必要。它其实就是上面都是这种小的这种笔触啊，小笔触，短的这种线来画羽毛。底下呢是比较长一些的了，墨色呢也会重一些，浓一点的墨色。这不是伯劳啊，伯劳的嘴巴是比较弯的啊，伯劳嘴巴比较弯。墨色重一点啊，墨色重一点。
哎，基本上就给它画出来了啊。然后接着呢就是尾巴，稍微画直了一点啊，尾巴。颜色一接啊，稍微用这个和头部一样的颜色啊，比头部颜色浅一点的颜色啊，稍微接一下就可以了。整个呢，它其实还是分为头部是一个什么卵形啊，身体部分呢又是一个卵形啊。你始终记住这一点。那么在画的时候，你比如说它这块有没有起伏啊？它是有一定起伏的啊。稍微鼓一点，到这儿凹下去，对吧？然后到腹部的地方啊，又鼓出来一点。又凹下去，到这儿才是腿啊，腿羽啊，腿羽，两个腿是并拢的，所以是两笔啊。然后到这边是这个小爪，那么其实这个这一块凹下去呢，就是为了表现这一块以下是肚子，以上是头啊，表现出这个区别来。注意两爪呢，一大一小啊，一长一细，对吧？哎，一大一小，一长一细。画完之后呢，再来画这个石头啊，再画这个石头。干了之后再画这个石头啊。哎呀，稍微画的太正了一点，稍微侧一点就更好了。好，下面把整个石头呢给它加上啊，把石头加上。加石头的时候注意一下，注意一下这个底下这一块，一个是上面爪子这一部分啊，一个是底下这一块。淡墨。由于这块墨色暂时没干啊，你轻一点，不要覆盖。
太长了。我用的不是玄冥啊，哪能天天用玄冥呢？站起来画，站起来画，坐着看不见了，坐着已经不行了，看不见了。画这种写意的、这种长条的啊，偏尺幅偏大的，根本就不能坐着画，坐着画画小了石头。再改改。如果尺寸也比较大啊，建议都站着画。坐着画发挥不出来呀。它这个石头画的特别完整，就这个染，这跟我画的莫古石头差不多，也不太好画。那么里边呢，它其实是叠一些墨色在里边啊，染一些墨色进去。先把结构的地方画出来，然后呢里边呢它就会画一些墨色进去啊，整个都画窄了。里面这张画没太弄好啊。站着画不会影响镜头吧？手会不会影响镜头了？所以大家这个尺寸，可以稍微裁短一点啊，稍微长了一点。染的时候墨尽量的平均一些啊，平均一些，就是给它搅和匀一点啊，就是个淡墨，对吧？蘸色的时候啊，也千万不要有这种深浅变化，什么都不要，就很平的，特别平，就平涂就完了啊，平涂就完了。底下我们先给它平涂啊，上面呢因为没有干，所以先不要涂。啊，一直画下来，底下呢墨色越来越淡了啊，越来越淡了，就虚过去啊，最后呢就虚无了。哎，轻轻的下来，没有了。回头把这个地面稍微点一点，最后呢再点一下，加几根草，点个花蕊，很简单啊。
点胎的地方呢，等会儿啊，干了之后再点，现在不要点它。那么整个的石头就是这种水墨淋漓的一种状态啊，要把这个，一个是把层次结构先给它表现出来啊，然后再来往里面填墨。那么填的墨，这个墨色基本上是一种比较淡的、比较平均的一种状态啊。不要有太多的这个墨色变化里边啊，让它平一点，给它填上去就可以了。干了之后，我们再来有的地方啊，皴擦擦啊，再来弄一个特别小写意的一个石头。把蝴蝶画在离鸟10公分的地方，哎，也行啊，可以啊，画在上面也行啊。我这个小蝴蝶就别画了吧，都没地方了。好，小花蕊给它点上。画不下去了啊，蝴蝶已经没地方了，没它待的地方了。画只能画这儿，要么就画上面吧。画这儿啊，画这儿。这蝴蝶它是趴在一个花瓣上面啊，抱着一个花瓣，那我就抱这儿吧，好吧。两朵花之间啊，两朵花之间这个空如果堵上了，它画特别不舒服啊，就特别堵了。就画这儿吧。那么它是基本上身体呢露了一点出来啊，露一点出来，也露多了。因为有一半呢是趴在这个花瓣挡住了，它有一点环抱这个花瓣的一个感觉。好，笔尖蘸墨啊，稍微重一点的墨，笔尖蘸墨，但是也得有水分啊，也得有水分。从上面往下呢来画。燕尾蝶，
然后用刚才的画小鸟的这个鹅黄调赭石这个颜色啊，鹅黄调赭石的颜色。我们先把腿勾上啊，先勾腿，不然一会儿湿了又不好勾了。好，让它挡一点啊。把这个蝴蝶身上的这个纹呢，翅膀上的这个纹路啊，也给稍微勾一下，简单的勾一勾。最好等它干了再染啊。有点泡沫。有点泡沫了啊，够泡沫，所以可以染色的话，可以等它干一干啊，干一干再染。那么我们把花蕊啊，趁着这个用这个颜色啊，把花蕊点一点。花蕊呢也用这个鹅黄就可以了。呀，太大了啊！用这个鹅黄花蕊。另外一支笔呢，准备一点太白。鹅黄里边有的地方可以用太白补一点。厚一点啊，厚一点。来调和一下吧，把太白和藤黄啊和这个鹅黄啊调一块用吧，单独用也太白了啊。颜色要浓啊，一定要浓，不然呢这个花蕊它是显不出来啊。所以这花只要有了花蕊啊，它就能好看啊，没有花蕊啊就不大好看。有了花蕊，这就是个牡丹花了。所以一般画这种牡丹花，基本上你说想画多好看，有难度啊，但是说画的多丑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能画的多丑。
颜色还是浅了啊，还是浅了整体。它这里边这个颜色应该再重一点。算了，不折腾它了，不敢动它了啊。再重一点，能把这个花蕊啊衬托的更好看一些。已经点花蕊了就不动了，没点花蕊呢，还可以再改一改。那么这朵花里边它是什么？是个它这个花心，用了一点三绿进去啊，用了一点三绿藤黄或者是花青调藤黄的这个颜色。啊，案例还没上传，对对对，忘了啊。我群里边发了啊，可以上群里边看一看先，群里边有啊。稍微点一下，淡淡的绿色。那我说了，这个花蕊点的时候基本上是3个啊，3点一组。这3点分为一组。3点一组这样的啊，稍微注意一下。小鸟呢可以染这个白色啊，你可以想染呢可以染肚皮上的白色啊，可以染一个白色也行。这个肚子啊，把白色染一下也可以的。染一下啊，会好看一点，染一下会好看一点。题诗随便提啊，关于牡丹的诗都能提，对吧？我们下面把下面这一块处理一下啊，下面这一块。哎呦，太长了，太长了。底下就用淡淡的这个叶片的淡淡的绿色，稍微点一点。我点一下，里边啊偏这个花青多一些啊，颜色淡一点。从这个石头这开始，是吧？要留白啊，千万记住要留白。
这种感觉很像吴昌硕啊。吴昌硕画的这些画就喜欢点这样的点。所以说海派花鸟呢，吴昌硕是属于金石画派这一类啊。你像江汉厅他们啊，四小花旦他们呢，就是另外一种风格的，就是卖相特别好看的这种风格，卖画卖的特别，都适合卖画，大家都很喜欢。包括吴昌硕他也是啊，吴昌硕其实他也是属于他的海派嘛，都是属于靠卖画为生的，所以吴昌硕的这个花鸟画也很漂亮啊，也喜欢画一些牡丹之类的，对吧？但他很少画鸟啊，他画花会比较多一些，鸟呢基本上画的很少。吴昌硕他是属于这种出世型的画家啊，就出世啊，有入世、出世，他属于这种出世型的，画的东西也，一个是你看画的东西都很满啊，画面的东西很多，是吧？构图很饱满，内容很丰富，好卖，知道吧？但他依然成就很高，他的依然是成就很高的啊。那齐白石都学他的皮毛，但最终呢，齐白石的这个画啊，卖画已经超过了他，所以吴昌硕对于齐白石很不满，很不爽。吴昌硕，我也喜欢吴昌硕啊。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就不让我们临别的，像王雪涛这样的都，他虽然在天津很有名气，我们老师都不建议我们临摹。反而是吴昌硕的老师呢，让我们听的比较多一些。但以前说实话，刚开始学也不觉得吴昌硕好啊，就觉得王雪涛画的真好。等到能看懂了，哎呀，也快毕业了，就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呢。粉嫩粉嫩的两朵牡丹花啊，很粉嫩的两朵花。你看，这才2个点啊，中间前面还浪费了半个点。有小草，小草等它稍微干一点了，我再勾。现在勾呢，阴的会跑的到处跑的特别厉害。石头这个胎点呢，也等它干了之后我们再点呢，现在也不能点，现在点呢也会阴的比较厉害。提个诗，提个什么诗呢？
写一句吧。云想衣裳花想容吧。衣裳的裳咋写来着？是这样哈。啥年来着？癸卯。写不下了，就写这么多吧。春月，是我春吧，春就春吧。就这样吧。可以，反正这个画牡丹的这个写牡丹的诗句特别多，对吧？自己挑自己喜欢的写一写就可以了。今天玩纸的尺寸是对我画长，这个纸33、34，这个宽稍微窄了一点呢，如果再宽一点可能会好一些。你如果能够裁到40宽可能会好一些或者你能画小你也可以画小一点。我这个是一开始没控制住大毛笔一上，超叉几笔给画大了。能画小呢，也可以画小一点也行干了之后把这些胎点点一下我吹一下吧，我拿吹风机吹一吹。吹一吹今天晚上没打广告，对，今天晚上忘了怎么着？今天太早了今天这个点下课，我特别还没进入状态。不行，回头再来一张我先把这声音关了，吹一吹
啊，吹干了，吹干了，我们把这个胎点呢，这个上面的胎点呢稍微点一点。啊，这一块啊，可以用浓墨横着点就可以了啊，横着点，类似于米点春啊。底下小草，小草勾一勾。可能打2份工也不想带娃。不是娃应该已经睡着了啊，没听到声音了，刚才哭还闹啊，这会儿没声了，应该是睡着了啊，不需要我带了。主要我一般这个画画这个点9点来钟才真正能够进入到一种放松，特别放松的一个状态。越放松越能画好了。反正现在你说下课了也没事干啊，可以给大家点评作业。哎呀，我就昨天晚上熬夜了，点评作业点晚了，今天都有点上火。小草啊，勾随意一点啊，颜色呢不用太重，你看舌头都有点疼。咱们1群的同学，这个作业量啊，可以啊，这个作业量很大。2群的这个作业量也上来了，现在3群啊，攒了好多天啊。目前我看了还只有多少张，30来张，还没点呢。我看大家这个画的画挺好的，都画不错。稍微加一点，别加多啊，加一点就可以了。加多了容易乱。那底下呢，可以稍微，比如这个树干这边呢，可以稍微多加一点。自查自纠，自查自纠。行，那怎么着？再来一张？还是我站着画的啊？坐着画不准，现在这个太长了之后，坐着画就画不准了啊，就站着画呗，站着画就挺好。再来一张啊，反正我画的快，没事。
那这个夏天这一张先保留着啊，这个鸳鸯这一张呢，咱们留着还是下一节课再画，我再找一张别的，好吧？鸳鸯这一张，如果这节课画的话，感觉时间还有挺长啊，毕竟2只鸳鸯时间就不短。我找找啊，画个小的，画个小的也行啊，画个小的。但是我的纸裁的都是调平啊。我找一下。啊，小的也行，哎，有个2尺的，画个啥呢？有一张小小的纸。啊，不管小目标了，哎，小目标最近都懒得管了，放弃了。我觉得我都已经放弃小目标了。2平尺啊，这个纸就2平尺的，不大。等一下啊，等一下，我找个图。目标不目标的，算了，随缘吧。等我找个图，稍等2分钟。简单点，画个荷花。找一张图。画个这个吧，啊，画上面这一部分，好吧，截一部分，截个这一部分啊，这样，哎，这样一个构图，哎，这样一个构图，差不多2平尺，也挺好看，对吧？好不好？可以吧？这个构图我觉得还可以啊。哎，你看它这个花呀，画的真是，哎呦，真是漂亮啊！好，我们就画这么一段啊，就也不能画，就不画多了，就画这一段，好吧？4尺3裁，4尺3裁也可以啊，稍微宽了一点吧。我感觉这个2平尺应该是差不多啊，感觉2平尺比较合适。好，开始啊。首先呢，从上面这个杆开始。对，这个花画的水嫩水嫩的，你看看，这跟我画的墨骨撞色是不是？所以我说画小写意画的好的都是墨骨高手。
这句话是绝对有道理的啊！那海派那4个人谁不会画没过？都会。好，从左上角这开始，哎，来个合感。我看看啊，别画略微低了一点啊，低了一点也没事儿。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荷叶啊，先给它画上啊，荷叶。咱大毛笔，来一个大毛笔啊，花青，就是刚才碟子里边这个绿色，全给它搅和一块啊，黄啊绿啊，这打扫卫生了，清盘啊，清盘行动。再挤点花青。整点花青啊，多挤点吧。花青再来点淡墨啊，来点淡墨。呀，不对不对，它外边浅一些啊，外边浅一点，里边重一点。它是这样的，它跟这个我们平常画的，它是一种比较写实啊，比较写实的一种画法。因为以前画这种王雪涛的这样的，你看都是外边重里边浅啊，它是反过来的。哎呀，整岔劈了。哎，你看这些点呢，你看往里边去啊，揉的画荷叶呢，一定要会揉笔，不要拿笔当刷子那么去刷它啊。把笔揉一揉啊，往里边再往里边去，你看。那么王雪涛很多的这个画，他怎么画？他比如说，里边比较干枯，他是先这样扫，啊，先这样扫，扫完之后，再往里边添加这个笔墨。哎，这一添，两个边一结合，对吧？那么它也是用墨画的多一些，那么它里边经常都是空的啊。张汉卿这个呢，他是把里边画重了，哎呀，所以我一下刚开始一下没反应过来啊，因为我平时画画也是外边重，画荷叶的话也是习惯把外边画重，里边呢画淡一点。稍微再高一点啊，高一点。那么我把里边留出来吧，还是按照我自己的一个习惯啊。比如边缘如果想重的地方，可以稍微再来一点墨啊。当然了，这样也可以了，其实还挺完整，也挺完整的一个感觉啊。再来调点赭石，调点赭石色。
这时因为里边有这个鹅黄啊，有点太黄了，稍微蹭点淡墨进来，哎，蹭点淡墨。啊，下个小帽子啊，小荷叶。下面这边啊还有一片，颜色呢可以浅一点了，可以稍微浅一点。我这个杆画长了一点，哎呀，再画上去一点就好了。这个构图你看坠下来了，一会儿把花稍微画高一点，把花画高一点啊，调整一下。所以画写意画啊，一定能够是怎么样啊？随机应变啊，随机应变能力要强。因为你不可能保证你每一笔都能画得准、画得对、画得成功，对不对？所以啊，基本上是要及时的调整啊。我也加点赭石在边上啊。把叶片的这种残破感给它画出来。好，稍微勾一下。小写意它勾的特别的讲究，大写意呢就是随意勾。好，哎，下面我们来画这个荷花。对，又画一幅啊，画荷花，白呀，你看这荷花白的，我这个白都不白了啊，都已经变红了，变粉了，再调一点吧。白，白色比较干净啊，比较干净。这个红色最好是
都干了，正好先给它调开。给它调开，再加一点朱砂进去啊，最好加一点朱砂进去，它跟牡丹的这个红还不一样。哎，好，好，啊，稍微给它加高一点啊。比小了啊，这个花是真大。那我们稍微又得随机应变了，对不对？哎，这个花呢，底下层次啊，给它加一下，就像刚才画牡丹一样啊，来一朵呢，来一片呢，稍微横着一点的。好，这个就好一些啊，把这个感觉给它营造出来。上方，好了，这个莲蓬啊，回头让这边露一点啊，花蕊，只能把花给画大一点，因为这个画小了。底下还有一个小花苞，小花苞也给它画一下啊。好，可以了，加2小杆儿。
好，再来画上面的小翠鸟啊。小翠鸟咱们是画过了，对不对啊？这个应该是没什么难度啊。小翠鸟动态有点调皮啊，这个动态是有点调皮了，哪能这样呢？这是个啥啊？吹风机。这小动态你看看，要我儿子这样呀，就揍他了啊！倒挂在这个枝子上面。太调皮了。同样，你要先搞明白啊，搞明白这个动态是怎么回事，对吧？它其实是放大一点啊，其实是俩翅膀一前一后，跟我们之前画的那个鸟呢有一些相似。哎，放不大，就这样吧。你舍得揍孩子，我舍得做。那有啥不舍得揍的？该揍就得揍。我们小时候挨揍也不挨揍吗？不都得挨揍吗？揍肯定不是说揍的多狠，对不对？这吓唬吓唬他，那还能这么小还能咋揍？手指头都不会碰啊！哎呦喂！我这只会吓唬吓唬他，教育教育他。比如说他有时候他脾气比较调皮啊，有时候不听话，乱扔东西。吃饭的时候有时候生气了，吃饭的时候就把他自己的碗呐、勺子啊，他就扔地下，还往地上打滚。这个时候我就会揍他，就会吓唬吓唬他，也不能每次都揍，对不对？先吓唬吓唬他，连哄带骗不管用了，最后了实在不行了，那该教育得教育啊，不能养成这种习惯呢。好，我们找准这个位置啊，一定要找准位置，不能离得不要太远，离这个杆啊不要太远，太远呢就过不去了。挑一段有弧度啊、有倾斜角度的地方画，太直的地方不行啊。它因为它爪子一前一后嘛，所以这个地方正适合啊，这个地方正适合。那嘴巴呢，基本上是在这一块啊，嘴巴基本上是在这一块了。宝宝1岁半啊，宝宝1岁半。今晚这个荷花，对，一起放进去啊，一起放进去。画着玩嘛，凑个数嘛，现在才9点半。翠鸟嘴巴会长一些。好，那么位置画准之后，那么我放大一些啊，放大一些，大家看得清楚一点。你看他画小鸟啊，小眼皮儿，特别卡通，哎，是吧？比如再来个小双眼皮儿。
这样的也行。眼珠子，来轻轻一点啊。好，基本上就是嘴巴。如果比如说，如果你这样倒着画，你不会画，那怎么办呢？你把纸转过来啊，把纸转过来画，好吧？可以把纸转过来画啊，分2次不没事啊。到后期如果因为它规定的时间内，它只能是要求，因为这个学浪啊，它要求你半年之内，这个视频课半年最长时间不能超过6个月，就必须全部课程上传完，不管你多少节课。所以啊，我当时没注意到这一点啊，回头呢我就用视频呢先用一个什么无关紧要的视频啊，我先传上去啊，把120节课传满，回头咱们上一节，然后我再替换一节，上一节替换一节，这样就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否则的话，你要5月10号之前上完，那我一周得上多少节课，对不对？我上的累，大家画着也累，对不对啊？那没意义了啊！如果是为了赶时间呢，那这个事情，这个教学就变味儿了，对吧？所以到时候呢，我先替换一下，咱们还是保持目前的这个节奏啊，保持目前的这个节奏，我觉得还可以。如果再多了1周再多了，我感觉是有点吃不消啊，大家也消化不良，我也累，主要是。好，调一个这个比较深的一个绿色啊，类似一个墨绿色。画了荔枝倒起的鸟，现在画这个轻松了。哎，荔枝有倒起的鸟吗？啊，荔枝是一个飞的鸟是吧？荔枝是一只飞鸟啊。江寒厅的鸟呢，是各种动态啊，倒挂金钩，哎，各种各样的都有，特别好。所以我比较喜欢它的鸟。干一点，不要太湿啊，这一块要干一些啊，用笔呢要果断。还是湿了啊，还是湿了。眼睛旁边，眼睛旁边啊，我不知道啊，反正是红星，挺贵，反正就是贵。有些有事儿先录好放着，对我也没空录啊，主要是我也没时间录啊。我要有时间录也可以先录，但是没有时间。而且一个人录课也挺没意思的啊。一个人录课我还不如开直播，还能给大家稍微聊一会儿。现在已经养成了这种需要陪伴画画的这种状态了。
本来是我陪你们画画，现在也是你们大家在陪我画画。好，注意这块空档啊，空档不要太大，大了填不满啊，大了填不满。这一块呢就是后背啊，这一块后背，然后这个翅膀从这儿这么过来。我没有啊，我没有彭村的课程，我没有考。咱这个坦坦荡荡的啊，我没有要，我不是没有要，是我想要很简单，对吧？但是我没有，并没有考走。要它干嘛呀？大家都能看到，大家不是我彭村的课不都给大家了吗？没这个必要啊。还是这个鹅黄啊，还是这个鹅黄，不就是画一张画嘛，一节课对吧？不就是画一张画嘛，咱画一张就是完了，咱还画2张，对不对？一张没画高兴，再画一张。画画咱怕谁？咱要那些课干嘛？对不对？你把那课拿来了，我还得少画。挤一点朱砂、曙红和这个，先用这个鹅黄啊，先用鹅黄，找一支干净的毛笔啊。对，我真不稀罕啊，那课都是我设计的，我稀罕那个干嘛？都在脑子里，对不对？但不缺。底下是鹅黄，上面是一点点朱砂。好，这个边上啊要注意有个小弧度，可以用淡淡的这个淡墨啊，把这个下巴这一块呢稍微勾出来。齿这个地方有个窝窝啊，有个窝进去了，你这一笔下去还没画直，有个折痕，这个纸这一块啊，稍微勾一勾吧。你看颜色该用鲜亮的时候啊，咱也鲜亮，对吧？也不要害怕。这个就是2平尺啊。看到那个什么崔白那节课是吧？还有我不知道大家看到那个没有啊？格高思义那个里边还有一节人物课，那个宫廷肖像那个大家看了没有？那个也是我画的。宫廷肖像那一上那个人物画，画了一个官员嘛，一个官员穿红袍戴这个长帽的。
哎，那个也是我画的啊，那节课也是我画的，那个案例，你可以去找找啊。别的好像还有啥？崔白的是我画的啊，那个运寿屏的是我画的，好像是不是我画的？不记得还有什么？画了几个，画的不是特别多，因为那阵我正好去哪儿了？正好去济南开会去了，那段时间，所以都是他们画的，我就画了那一点儿，没看到啊？不会吧？再去找找啊。人物篇，那不有花鸟山水吗？人物嘛，人物篇的是我画的，啊，人物篇的那一张是我画的，花鸟的第一节课是我画的。哎，你看看这个，先把翅膀位置是吧，大概找出来啊，然后用这种直线上面稍微再披披丝毛，然后再用重一点的这个花青色来点一下这个翅膀啊。他不是发链接了吗？链接不能打开不能看吗？现在我看大家不是都发那个链接，我也没看啊。画这个小鸟翅膀啊，一定要果断啊，一定要果断。用笔非常的果断啊，果敢。它基本上是2个层次啊，就和我们上一节课不画的那个莫古的那只小鸟啊，画莫古那只小鸟飞的那一只，它的翅膀是不是啊？它是一个弧形啊，是一个弧形。好，那么整个翅膀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这样。那么接着呢，就到了它的另外一个翅膀啊，另外一个翅膀与这个翅膀啊几乎是相接的这么一个感觉。哎呦，这个位置好像颜色呢与头部的这个颜色啊是比较接近的。先这样披笔撕两笔啊，披笔撕两笔，来2笔，然后呢翅膀部分呢就点。那么我们的这个位置少了，对吧？少了呢你就少点一点嘛，有多少点多少。啊，这头可以出来一点啊，这头可以出来一点，所以要灵活一些啊，要灵活一点。那么这是这个翅膀，对吧？前面的这个大的腹羽，大腹羽，到后面比较长了啊，长的飞羽，这是这个花青啊，花青呢，你稍微加点墨，花青加点墨，从这头往里画啊，从这头往里画，不要从里边往外面画，从外面往里边画，是吧？从外面往里边画啊。哎，从外面往里边画。
然后这边是一个内侧啊，一个羽毛的内侧。换一支笔。对，7点开始画的啊，现在画了10点了，特别安静，现在很安静，很舒服，小孩也不吵也不闹了，睡着了，整个世界好像又重新回到我的手里边来了。还有白天的时候，那一直在讲话，特别累。你看这里边这个啊，里边这个怎么画？是这样的，这样的。主要是这块画厚了一点，把这个颜色啊稍微再染过去啊，罩住它。那紧接着呢，就是它的它整个的身体在哪儿啊？整个的身体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然后尾巴的腹羽是吧？内侧，然后还有厚度啊。孩子妈妈是老师啊，是老师。哎，所以我为啥我最近就养成了这种熬夜的习惯了？你知道为啥养成这种熬夜的习惯了？一个是课上完了要传视频啊，干嘛的啊？有时候还点作业啊。哎，有时候就是不想睡了，个人时间太难得了，都不舍得睡。你看，然后这个从这儿过来啊，过来是哪儿？是这个腿，对吧？是腿部的羽毛啊，腿羽，腿羽。翠鸟只有3根爪子啊，翠鸟和其他鸟不一样，明白吧？翠鸟好像前面就2根爪子，我好像之前看过一个高清的照片啊，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啊。啊，这样扒在这个上面的一个感觉，和孩子玩有趣是有趣啊，你一天玩8个小时，那就不有趣了，是不是？只要咱们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干，我要没啥事吧，我要是个全职奶爸也行啊，不还得给大家上课吗？是不是还得给大家点作业呀？
道理都懂，就是干不好。哎，小点子点上。好，小翠鸟呢，把嘴巴染一个颜色啊，可以染一个淡淡的赭墨色，可以染个赭墨色也可以。赭墨色。这是用完了吗？每天不是找颜料就是找颜料的路上。此时呢，眼睛稍微点个绿的吧，点个红的也行，其实。然后这个头上这一块呢，我们用这个3绿啊，用3绿点它2排啊，点3排吧，底下的小一点，上面呢更小一点啊，3排啊，3绿点一下。对吧？特别可爱的一个小鸟啊，没有鹅黄用藤黄啊，没有鹅黄用藤黄。我是因为刚才画那个牡丹花上面有那个鹅黄，我就说用鹅黄啊，偷了点懒，你就用藤黄就行啊，反正都是黄就够了啊，只要是黄就行。你这样看啊，这样看，这样看就能看明白它这个动态是啥样了，对吧？哎，这样看就能看懂。小舌头，淡淡的粉色啊，小舌头淡淡的粉色来一点。露一点就行啊，露一点就行。小胡子，然后要想再画精致一点，比如说这个翅膀这些地方，可以把羽轴稍微勾一下，看，把羽轴啊稍微勾一勾，用淡一点的墨色，稍微勾一下。呀，这个花浅了啊，花干了之后，回头把这个白稍微再给它盖一盖，把白色回头再盖一盖啊。呀，上面这个荷叶这个忘勾了，光勾了下面没勾上面。哎，稍微勾一下。
看看状态，哎，也挺好看啊，这张也挺好看。我们再把花蕊啊给点上啊，把花蕊给点上。那么荷花里边它是用了一点点淡淡的绿色，淡淡的3绿，调个黄啊，调个黄的这种淡淡的绿色啊，衬了一下，你看它从里边啊往外面衬了一下啊，水头大一点。稍微衬一衬，稍微衬一下啊，衬一下，它用白色勾的那个蕊丝啊，勾的那个蕊，然后呢用黄色来点的雄蕊。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点出来啊，先点出来，就用鹅黄加一点这个朱砂进去啊，加一点朱砂，颜色稍微深一些。这边比较多，你就可以稍微分一下组，比如3个一组啊，3个一组。然后又用比较浓的白色勾一下这个蕊丝，是吧？有新来的同学可以给老师点点关注啊！今天晚上好像一句话好像忘说了，对新来的同学，给老师点点关注，加个粉丝牌。再来，再来勾啊，再来勾，再来勾。再来勾一下就可以了啊。稍微再来勾一勾。如果没有用这个绿色衬一下呢，它其实不是特别的明显，对吧？不是特别明显，稍微衬一下，那么它明显一点啊。好，
错了啊。我们然后用这个白色呀，白色把这个花瓣不够白的地方啊，稍微的再染一下。那么它就会显得厚实一些，不然的话太通透，对吧？好，别染多了啊，这样就可以了。下面我们把底下的水草啊稍微勾一勾啊。哎呀，水草勾一勾，这张画就很漂亮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哎呀，没打算画好的画好了。随便找一张画，好，把这个勾一勾，水草。那么水草勾的时候，千万别勾乱了啊，千万别勾乱了，容易勾乱。我们这个不要勾太长，因为我们这个底下距离短了，就不要勾得太长了。那么还是怎么样分组啊？像兰花似的啊，像兰草似的，分组。哎，现在像这样啊，一笔长，主辅，对吧？然后呢，可以稍微来一笔破，先慢一点画，先分一分啊，先分一分这样的。那么往外画的要注意，千万要注意，往里边画的直的呢还好一些啊。如果是往外画的啊，注意到时候多了之后啊，要注意它的之间的一些空隙以及穿插，对吧？有的还不能平行了，平行了也不好。有的短一点啊，短一点。那如果说没有交叉行不行？没有交叉它也不好看。所以说画这种东西是比较难的啊。对，2平尺啊。谢谢建超买了我的课是吗？买了肯定是物有所值，对不对？好，那么这边不要画太多啊，不要画太多。现在我们纵向的可以稍微多一些，横向的呢让它少一些啊，横向的不要多，多了就乱啊。然后上方这一块不也有一点吗？
啊，也稍微加一点啊，稍微加一点。今晚小目标没有完成啊，我已经很多天没有完成了。呀，也不能这样吧？啊，今天晚上一单也不出现吗？那广告还真是有用哈。那你没有广告就没有，平时有一点广告，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看，好，也别画太多啊，多也不好。就是购课就是临门一脚。对，其实就是一个，有时候这买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氛围，对吧？那个氛围烘托上来了，你不让他买，他都要买。你这个氛围没烘托上去，求着他买他不买，就大家抢着买，反而卖的多啊。好，底下小浮萍，往远处的要浅一些，淡淡的啊，点一点。近处呢可以点几个稍微重一点的，对吧？远处的还得小啊。哎，相当不错啊，这张画画的相当可以了。无心插柳柳成荫，是不是？今天是3个点，画了2张啊，一张大牡丹，一张荷花。荷花与牡丹相比，我喜欢荷花，所以我画的荷花的作品比较多一些啊。那咱们就下课了，拜拜，拜拜，各位晚安啊，周末愉快。